在前不久的索尼游戏直面会上，一上来便是以《生化危机4重置版》为首的一众重磅炸弹。在直面会前半部分的 PSVR 2的游戏预告也属实是博人眼球，这也不免让人期待起明年春季开售的 PSVR 2究竟如何。但是既然现在暂时玩不到2代，那么不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早在2016年发售的 PSVR 1代上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如今已经完善了的索尼主机第1代正统 VR 在如今的表现究竟如何。那么首先在看游戏之前，我们先来大体了解一下 PSVR 初代的硬件。初代的 PSVR 是由摄像头、处理器、头显以及控制器4大部分组成。在游玩前，玩家需要进行繁琐的安装来将其与 PS4 进行连接，整个过程非常的麻烦。而安装完成后，也会有一个小尾巴吊在脑袋后面，让体验在感官上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除了以上这些，头显本身的参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好。在理想状态下 ，PSVR 的大部分游戏都十分模糊，文字也都仅仅只局限在放在眼前才能认清的状态。支持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在老版 PS4 中也得不到完美的释放。外设方面，除了有着十分细腻音源的 VR 耳机以外，PSVR 还有着各种形态的手柄外设。除了基础的 PS4 手柄，还有早在 PS3 平台并已经亮相的体感手柄，以及供射击游戏专用的射击手柄。这3种手柄类型让 PSVR 得以应付任何种类的 VR 游戏。说回游戏方面， PSVR 的游戏阵容算是比较特殊且优秀的，我的世界、无人深空这类优秀的多平台 VR 游戏自然不用多说。但要说索尼 PSVR 最抢眼的，还是那些数量不多但质量不错的 VR 独占游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推荐3款 PSVR 1代的优质独占游戏吧。3A 级别的 VR 在当时并不多见，而《生化危机7》这样高规格的作品的原汁原味的 VR 版更可谓是难得。第一人称射击的恐怖游戏与 VR 的极高兼容性，再加上《生化危机》这个 IP 的加持，使它无疑成为了 PSVR 独占游戏阵容中的一大噱头。但是在我实际体验下来，本作的游玩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舒适。我个人对于 VR 游戏的眩晕抗性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游玩本作时还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感，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本作的移动模式。现在市面上的 VR 游戏为了避免玩家出现眩晕感，都会尽可能的采用瞬移的方式来进行游戏，而《生化危机7》则是依旧保留了左摇杆移动这个不太友好的操作，再加上不支持各种体感强化外设，只能用 PS 手柄本身进行游玩，这使得游戏的代入感有所缺失。用上了 VR 还用主机手柄的体验，就好像是上厕所不带厕纸，反而带的是砂纸一样不爽。而这样的移动所带来的眩晕感，则会很容易形成一种物理防沉迷，使玩家无法长时间的舒适的体验本作。除开操作上的问题，本作 VR 模式的画面放到现在来看也算不上好。我的评价是很糊，但是能玩。我个人是用 Slim 版的 PS 进行本期视频的测评的，在常规模式下运行《生化危机7》的画面精度就已经不太能够太过细看了，而到了 VR 模式则更是模糊。不过虽然画面糊了点，但并不影响游戏营造出那种超乎想象的恐怖氛围。这种氛围是常规游玩《生化危机7》所无法比拟的，而支撑我游玩下去的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氛围感。不算豪华的画面与依旧强大的光影以及音效，让这款《生化危机7》的 VR 模式的代入感十足，足以达到让玩家身临其境体验伊森的探亲之旅的目的。不过 PS 与 PSVR 的硬件性能问题，也使得本作的 VR 模式在游玩时的劝退点十足。本作更加适合那些已经完全适应了 VR 所带来的眩晕感的玩家尝试。对于 PSVR 新人来讲，本作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宇宙机器人算是 PS 的小吉祥物了。从 PS4 开始，这天小机器人便承担起了介绍新机器性能的任务。而这次的 PSVR 也毫不意外地推出了这款生动形象的游戏版说明书。本作的操作依旧是使用手柄，但由于游戏中我们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所以对于玩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游戏中，我们需要操控小机器人完成一个星球中的箱庭世界冒险。每个星球的最后一关都会有演出效果十足的 BOSS 战供玩家欣赏挑战。在我们的视角中，就像是操控了一个小小的遥控机器人进行闯关，而视角的移动除了我们自己的转头，其他的则是由关卡自动推进来进行的。游戏中有许多需要我们自己探头或者用头部做出互动的有趣机关，很成功的将 VR 与传统的闯关做出融合。而对于 PS 手柄的运用，也能让玩家在体验 VR 的同时，还能感受到 PS 手柄功能的特点。可以说，本作是一款在 PSVR 独占游戏阵容中也能名列前茅的生动有趣的 VR 大作。上面2款作品由于各种原因都没能用上体感手柄，来为玩家增添 VR 游戏独有的代入感。而这款《鲜血与真相》则非常大胆地为玩家展现了如何完美的使用体感强化手柄，来在 PSVR 上展现射击与潜入的高交互度操作。
本作由于题材的关系，身为特工的我们需要经常在游戏中进行潜入以及高强度的战斗，而体感手柄在这个时候就有大作用了。通过将手柄放在身上的各种部位来实现拔枪换弹以及拆弹等各种操作，游戏体验相比于 PS 手柄有了极大的提升。而借由这优秀的互动反馈与 VR 体验，让游戏无论是在剧情叙事还是战斗体验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场景道具的互动以及体感功能的适配，都让这款 PSVR 独占游戏散发着十分亮眼的光芒。不过游戏中的一些文本字体不大，导致看不太清的这种事情还是会时有发生。再加上 PSVR 1代的分辨率以及主机性能问题，导致游戏大场景的内容丰富度较低，也算是本作的一大遗憾了。那么看了几款独占作品，再来看几款非独占，但是在 PSVR 中也能玩到的优秀 VR 游戏吧。既然说到了 VR 游戏，那么节奏光剑肯定是我们绕不开的作品之一。作为引导 VR 游戏兴起的几款优秀的经典作品，本作靠着优秀的反馈与音游玩法，让许多玩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作为一款 VR 音游，游戏将音游部分与体感相结合，为玩家添加了许多动作上的要求，例如左右歪头以及下蹲等动作。而最重要的便是游戏的光剑砍方块环节了。作为卡点的主要手段，本作的光剑有着超乎想象的打击感，再加上 PS Move 手柄的震动反馈，更是让我有一种在玩星球大战的感觉。两把激光剑再加上时不时的身体移动，让这款音游玩起来有着十分不错的互动性。不过 PS 摄像头的识别范围不算太大，大幅度动作时可能会脱离识别区，这一点还是不能忽视的。在2020年9月的更新下， PS4 版的《我的世界》完美支持了 PSVR， 但是与其他的纯 VR 版不同，本作依旧是基于普通版做出的更新，所以跟《生化危机7》一样，没有兼容体感手柄之类的新内容。游戏的移动方式也依旧是左摇杆移动，与其他平台的 VR 版的瞬移体验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这样所带来的缺点也与《生化危机7》大同小异。游戏表现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十分不错的，分辨率等问题在本作中的感知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并没有出现材质贴图十分模糊之类的情况，但是游戏的可视范围以及贴图加载被进行了大幅度的限制，个人感觉玩起来与 PSV 版的效果十分相像。游戏支持在 VR 模式中进行画面调节，让玩家在 VR 或者大屏幕下进行随时的切换，使玩家可以根据目前的眩晕感来及时的调节游戏模式。虽然相较于其他平台的 VR 版体验有所不足，但本作庞大的内容体量足以使它成为 PSVR 中内容体量最丰富的 VR 作品。首先我要在这边声明一下，本作在 PSVR 平台是没有中文的，但是游戏优质的内容完全可以使玩家无视剧情，把本作单纯的当成一款打僵尸捡垃圾的游戏来玩。游戏体验与鲜血与真相类似，但是就我个人感觉，互动以及战斗都要更加的舒适。对于 PSVR 这台并不算年轻的机器来说，本作除了看不清文本以外，其他地方的处理都已经相当优秀了。不论是不同武器对于僵尸的攻击反馈，还是体感手柄所带来的超强代入感，又或者是在开放的地图中所带来的超高自由度，都足以使它成为 PSVR 中一款极为优秀的丧尸末日题材 VR 游戏。除了上述作品，还有许多诸如《直到黎明病人》、《上古卷轴5》、GT 赛车之类十分有意思的优秀 VR 游戏，但是时间有限，在这边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有兴趣的话，我在视频下方放置了 PSVR 游戏推荐的第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细看一下，玩起来效果究竟如何。而明年的 PSVR 2我也是会购入，并为大家做游戏效果展示。如果对 VR 及主机游戏感兴趣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也是会持续向大家输出这类平台的游戏推荐。最近呢，也是因为实习等事情比较忙，所以视频的更新频率较慢，等实习开始时应该就能恢复产能了，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三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